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那我现在来双击运行它，大家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双击了，它会弹出一个窗口，然后一直在生成 Excel 文件，最后生成100个，最后显示批量生成完成，所有文件保存至 D 盘的 Work Excel Files。我们回车，这个窗就关闭了。那我们看在 D 盘的 Work 这个目录下生成了一个 Excel Files 目录，我们打开它，那这个里边果然生成了100个 Excel 文件。我们打开一个 Excel 文件看看里边的内容。Excel 文件里边生成了一个表格，有一行表头和一行数据。那这个4个字段包括序号、名称、创建时间和状态。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用 VS Code 打开这个 PowerShell 脚本文件来看一下源代码。那在这个 PowerShell 文件里边，最开始是设置一下控制台的编码级是 UTF-8 的，因为我们要生成 Excel 文件，所以要用到一个模块叫 Import Excel。那我们在这行代码就把这个 Import Excel 这个模块通过 Import Model 这个命令导入进来，后边我们会用到 Import Excel 模块中的方法来生成 Excel 文件。那如果你的 PowerShell 里边没有安装 Import Excel 这个模块，那么可以运行这行命令 install model 空格横线 name 空格 import Excel， 后边就是给当前这个用户安装 import Excel 这个模块。你把这行命令写好之后回车，你就会看到这个模块正在安装。那安装好之后，你可以通过这行命令 get 横线 model 空格横线 list available， 后边是一个管道符，然后 where object name 空格横线 eq import Excel。 运行这行命令之后，它就会列出一行信息，那这行信息就说明 import Excel 这个模块已经安装好了，它的版本是多少。那后边这行代码就是设置要生成多少个 Excel 文件，100个。这行代码是设置Excel 文件存在哪个目录下，这个是生成的 Excel 文件名称的前缀。那这儿是用于判断一下，如果这个 Excel 文件存的目录不存在，那就创建一个这个目录，也就是 D 盘的 Work Excel Files。那后边这个循环就是循环100次，用于创建100个 Excel 文件。那在这个循环的最开始，它会创建一下当前这个 Excel 文件的名称，后边就把这个保存路径添加到这个 Excel 文件名称前面。这几行代码就是生成每个 Excel 文件里边保存的数据。这行代码是让我们在控制台上能看一下这个文件保存的路径。那下边这3行代码就是我们把这个 data 数据保存到一个 Excel 文件里边的关键代码。那首先它先通过管道把这个 data 变量里边的值传给 export Excel 这个命令。那 export 横线 Excel 这个命令就是 import Excel 这个模块里边的一个命令。后边这个横线 path 就是这个 Excel 文件保存的路径。那横线 table name 就是我要这个数据保存在 Excel 里边第几个 sheet 里边，一般 sheet 1。后边加上一个横线 pass through， 那就会把这个命令的结果以一个文件的方式返回，在这里边赋给了 Excel 这个变量。那后边 Excel.save 那就会把这个 Excel 文件保存到相应的路径下。如果你不调用 .save 的话，它可能会保存不成功。Dispose 就释放了 COM 资源，避免文件被锁定。最后这2行代码就是输出一下 Excel 文件生成的进度。最后这个循环外边的这个 read host 让这个程序暂停执行，避免窗口关闭。那我们现在把这行代码注释掉，因为这就是输出一个文本，没有太大必要。我们来运行一下，在 VS Code 里边看看结果。你看它也是一个一个生成，底下是显示的进度。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您把您遇到的问题放在评论区里。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